此刻我的心情是极度不稳呐！现在好多人找对象，那简直是要疯了呀！上午有一位84年的姑娘，今年是38岁，来找对象，本科学历，事业单位上班，身高在160左右吧，身材蛮好的，这长相，哎呀，我就不评价了啊，自己猜。重点是择偶要求。这刚一进门啊，包包一放哈，坐在那儿，一股港台腔就来了。啊，你好姐姐，我呢是想要找对象啊。那一瞬间，咱不说别的，你还比我大呢，就这声音啊，我一个女的可都受不了。这男人啊，听的都得发酥啊！我一看人家这么温柔啊，那咱也得柔一点啊！哎呀，可惜我这嗓子啊，天生就不大好听啊！你好，请问你想找什么样子的呢？姑娘一听呀，跟我说呀，我现在是事业单位工作，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家庭条件优秀，我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一听啊，老铁没毛病啊，门当户对啊，这个咱都理解。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是什么，他说呀，本地人，房子全款不低于140平，洋房别墅的优先考虑。车子呀不能低于奔驰、宝马等品牌啊，年薪不能低于50万，薪资高者优先考虑。哎呀，听得我的是目瞪口呆呀！我说姑娘，你要找的这个男士好像跟你不是门当户对的吧？他说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也是事业单位的，我们家有2套房子啊，条件很好呀。听完呢，我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说呀，我说是这样啊，相亲市场上你要竞争的呀是同性。那你这个条件的男人啊，能不能在相亲市场留下，咱先不说，这就算有，那一定是很多女人都想要的呀。他说我又没有要求他其他的，我只要这个人有能力，年收入高就可以了。我说呀，哎好，有一个男士呢是79年的离异，条件挺好，带个孩子，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他说那有孩子不行，我还是未婚嘞。那有个80年的男士啊，做买卖的，早起晚归啊，就摆摊嘛啊，能吃苦，一年能赚个几十万，你考虑不？他说不行，年龄这么大了，工作环境还这么差，我是事业单位的。我说那有一个男士啊，是和你同龄的84年的，自己啊开车行的，赚的也挺多，但是个子不是很高，有160左右，还有点胖，这个外形啊不太合眼缘，所以啊一直不太好找。他一听啊，我这个人啊对个子矮的、长得丑的都没太有感觉，难道就没有优质一些的吗？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什么是优质的呀？他说啊，年薪50万以上，房子啊没有贷款，开公司的或做大买卖的老板，身高175以上，长得有眼缘。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呀，情商要高一点啊，明事理要孝顺的。听到这儿啊，我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呀！我给你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啊，大姐，你要求不止多还高，你现在这个年龄啊，必须要认清楚自己，人家年薪50万的，干嘛要找你呢？找个年轻的，事不那么多的不好吗？他听了就极度不愿意啊，跟我又强调了一遍啊，自己是事业编，这个父母都是公务员等等。我说你这要求啊，我肯定是帮不到你，你再耽误下去啊，就要40了，更难找了。你要是信我啊，听我一句劝，你要么年龄别卡得这么死，对吧？也别要求人家离异不离异的了，你把年龄啊放宽到50岁，我还能给你看看。他一听就很激动的跟我说呀，我才30岁啊，要找一个50岁老头吗？你搞错了吧？我忍了一下啊，我说那你啊年收入就别要求这么高了，50万多少人能达到啊？他接着说啊，如果一个男人一年赚不到50万的话，连我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我一听啥？你还有生活费？他说自己啊一个月工资啊5000多点，按照现在这个物价，没个万了八千啊根本活不下去。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还得每个月给你额外1万块钱的生活费吗？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对呀，不然我嫁给他干嘛呢？疯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你找对象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呀！姊妹儿，快40的人了，还挑3拣4，这儿也要那儿也要，再挑下去啊，都要停水停电了呀！84年的法拉利，它外表再怎么新，它发动机也快漏油了呀！这姑娘听完啊，拿起包就走啊！临走还跟我说呀，你这边资源没有就说没有，别扯什么我要求高，我要去别人家。看着她离开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难过。在相亲市场上认识不清啊，真的会害了一个人的。我跟你们说呀，狗血往往是来源于生活的，你们不要不信啊。这生活可比那电视剧精彩的多。曾经我也很单纯啊，看到电视剧我都觉得，哎呀，这讲的太离谱了吧。自从做了婚恋这个行业，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啊，咨询过各种电视剧都不敢拍的故事啊，我才知道啊，生活啊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位男士联系我呀，87年的，毕业之后就去了深圳打工。好在呢，这个人呢是能吃苦也能受累，脑袋也聪明。做生意这几年啊攒了几百万，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也买上了个奔驰车。想着呀，人生基本都稳定了，那就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吧。去年呢，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92年的，身高在不算高啊，155左右。长相呢，这男士说呀，不算他很有眼缘的类型，在私企啊是做策划的。
这个外地人啊，年薪啊在深圳本地啊是10万左右。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呀，这姑娘就主动啊给男士夹菜，关心他呀工作累不累，说话呢也是积极互动，带动话题啊。吃完饭呢还积极的去付钱，说话有礼貌，做事是大体啊，就是情商很高啊，比较会拿捏男人的心理。男士回忆起刚认识的时候啊，确实被他的热情和主动啊带动起来了。因为自己一直工作嘛，也曾经因为没有房子赚得少，被其他姑娘冷眼相待过。他又觉得这个姑娘人真的很好啊，就有些心动。在后面1个多月的相处啊，这姑娘就特别的主动热情，亲自啊上门给他做饭，给男士啊收拾房间。这个男士心里也特别满足嘛，觉得有这么一个明事理啊，就又懂事的姑娘照顾自己啊，一辈子啊，他真的值了。就这样呢，两人很快啊就确认恋爱关系。6月份呢，很快见了双方父母，9月份就定了亲，领了结婚证，彩礼啊给了女方20万加一套深圳的单身公寓。这准备啊，明年3月份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结婚。原本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故事啊，但是没成想啊，这个月初呢，男士啊就帮这个女士拿包啊，无意之间在包里呢发现医院的记录本。虽然医生的字体啊属于暗码啊，一般人看不懂，但是他看到了生育1个的字。他就找到学医的同学问呢，才知道女方生过孩子。那一瞬间他就觉得自己呢是天旋地转的，不敢相信电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怎么就上自己身上了呢？他去找这个姑娘确认啊，最后人家姑娘就哭着跟他解释说呀，自己确实跟前任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没有办法才分手，孩子呢也是因为自己能力差养不起才给男方的。总之啊，就是未婚生子啊，他是被迫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梨花带雨啊，又说着自己的委屈不容易，是一名受害者，说自己离不开男士，说孩子啊，他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了，我们以后还可以生个孩子等等，以后都会很幸福的。这男士听着他就心软了呀，觉得这姑娘哎呀也不容易，可自己又不想去当后爸，因为以他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未婚的组建家庭生个孩子。最后这个姑娘是主动搬出男士家。说如果离婚的话，彩礼钱全退也不会为难你。听到这儿男士都特别痛苦觉得好不容易走到现在，两人都领了结婚证，离了那都是2婚了呀，要不就这么过下去吧。可他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哎呀，说实话，听他在电话里嚎啕大哭，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但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有孩子本身不是问题，隐瞒才是问题。为什么相亲的时候不说，结婚前不说，不发现你不说？因为他觉得说出来男士肯定不会同意，肯定不会和他在一起以他未婚生子的身份找离异的不甘心，找条件好的未婚的找不到。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圈套，这就是一个算计。东窗事发，打着爱的旗号，厚颜哭自己是受害者，真的是可怜又可恨对男士来说，新婚1个月莫名当了后爸，让谁摊上都觉得是一只苍蝇进了喉咙里大家觉得如果是你遇到这个事情，你会怎么办？最后奉劝那些有类似情况的男女们，不要想着试图去隐瞒，尤其想着隐瞒到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再告诉，甚至是到结婚到了有孩子，拿感情当筹码，这种做法既蠢既笨，一点都不高明，最终会害人害己。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拯救一下那些听我视频比较迷茫的心灵们上午呢，有一对情侣来给我们这个送喜糖，他们上个周是刚刚领了结婚证婚期定在了下个月。跟他们聊了一些之后我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就是幸福一定是双向奔赴来的。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相亲过程。最开始是这个姑娘先来找我找对象应该是去年11左右吧，身高大约在165上下很瘦，戴个眼镜，不太爱打扮，但这个面相特别秀气。父母呢都是农村的，是一名小学老师。他来找对象就是想找那种和他们当户对一点这个男方工作在事业单位人品好的。我记得在前面呢给他介绍了2位，这第一位呢可能是觉得他是小学老师嘛，这活有点累就没太同意。第2位呢是觉得这个姑娘家是农村的，父母没有社保，也给拒绝了。这第3位呢就是现在这个老公男士是92年的，在区政府上班，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小伙子性格稳重，脾气也很好。两人第一次见面呢，虽然没有太深的这种感觉和大家其实都一样的，只能说不讨厌也不喜欢，就尝试交往看看嘛。简单加了个微信。之后的一个周末男士就请这个姑娘出来吃饭，吃海底捞。这姑娘呢答应了，但是却说自己想吃那种自助的旋转小火锅，就是围个大圈上面什么菜都有。男士听了就觉得有点不太上档次然后姑娘却说这有啥能吃饱就行，咱俩就聊聊天认识一下嘛。于是这第一次吃饭呢，两人一共花了有70多块钱。事后这个姑娘就说起这个事儿嘛，就是今天说的
当时呢就觉得和男士第一次见面，那还没个结果就去吃人家好几百这确实不好意思。饭后呢，男士就送姑娘回家，这路上就说起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赶集的时候买上很多根的这个大麻花，自己特别爱吃麻花因为现在工作忙好久都没有去买了。在这次见面之后两人的印象就慢慢好了起来。后面这半个月呢，因为疫情管控两人都没能见到面，一直到解封呢，两人才算见了第2次面。这次男士说什么邀请这个姑娘去个体面点的饭店，两人就定了去吃西餐。那天呢，这个男士先到，这姑娘是后到的。人姑娘刚坐下呢，就从旁边的手提袋里拿出了6根麻花，跟男士说呀，我在路上看到有卖的，我记得你特别爱吃，我就给你带了一些。就那一瞬间男士就觉得这一辈子一定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两人是从过去聊到未来，从生活聊到工作，感情也发生了一些这个细微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喜欢和对方在一起。之后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约会见面一次，这个逛公园、吃饭、看电影那这周呢是男士请客，下周就女士回请。在认识1个半月之后有次送姑娘回家，这男士就问她呀，我能当你男朋友吗？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姑娘听完呢，很害羞的说呀，好呀。没有任何的表白仪式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话语，两人呢就确认了关系。从那以后呢，两人生活上是互相帮助精神上也是互相鼓励。夏天呢，男士带着姑娘回了趟老家，男士老家是在农村的。姑娘呢是精心给男方父母买了衣服，还带了好多东西。到了家里呢，并没有嫌弃家里条件差，反而很积极的和男方父母说话，拿出给他们买的衣服帮他们试穿。这男士父母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随后男士也是大包小包去了姑娘家里姑娘的父母呢也是特别满意，觉得男士这小伙是做事稳重，人品不错。随后两家就这么定下了亲，彩礼呢是38800，女方陪嫁2万，再加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谁也没算计谁。今天上午两人过来的时候女方说自己怀孕3个多月了，这个男士也笑笑说呀，就有点腼腆不好意思说我们也要当父母了。那些话没有任何很华丽的词修饰，但是让人听起来它就是很温馨。两人走的时候男士给这个姑娘把外套穿好，说别冻着。这姑娘呢给男士整理了一下衣服说这衣服脏了，回家我给你洗洗。送他们离开之后你就会特别深的感慨幸福的婚姻谁说没有？或许没有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但却有着往后余生细水流年。